好，我们上课。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课有在录影吧？啊，那可是因为我们同时也是，它这个录影是我们这个实际上课的状况。那么在实际上课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难免多少会要复习之前所讲的，所以你如果只是看这个我们上课的录影的话，可能多少我猜想会觉得说里头有重复，而且还有不少重复，所以可能看录影会有一点这个会怎么讲不过瘾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问说有没有同学看，你们觉得如何 ？OK， 不过当然我们的录影是给没有在这个现场听课的同学而录的。好，我们上一次开始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比较有深度的来学习数学家如何谈论这个微分几何，他们所使用的概念跟一些词汇。那我上一次已经介绍了几个概念。第一个，我这个告诉你们什么叫做 manifold，OK， 或者是什么叫做 differentiable manifold。那一个 manifold， 它的这个我上次已经写过它的定义。那它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 manifold 每个点的附近，它基本上像是一个 Rn 空间。那大家知道这个 Rn 空间是一个平空间嘛？例如说是 R2 就是平面。R3 就是我们的这个立体的这个欧式空间，三维的欧式空间，所以这个是 flat space。所以一个 manifold 基本上它就是这个 manifold， 你局部来看的话，在每一个点的附近，它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平空间。所以球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什么我们常常讲manifold， 然后这个画起来就是一个，例如说是以曲面为例子，例如说是球面，就是对不对常用的一个例子。所以假设这个这是一个二维的这个 manifold， 那这个 manifold 呢是这个球面，我们记作 S2 two sphere。那么在这个球面每一个点的附近，就像是地球一样，我们在每个点的附近，你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平面嘛，所以在每个点的附近，以 two sphere 来讲，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 R2，OK，所以这就是一个 example， 一个 two sphere 就是 manifold 的一个 example。那当然，我们在广义相对论谈的 manifold 是一个四维的 manifold，OK， 那是比较远比这个 two sphere 来的这个抽象，所以我们要这个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适应这里头所牵涉及的一些概念一些词汇一些结果。好，所以我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然后呢，我们介绍 manifold 上面的 vector。我曾经这个提过，就是以 two sphere 为例好了。那么在 two sphere 上面的一个点附近例如说有一条曲线通过它，那我怎么样子定义这个在某一个点上面的向量 vector？ 那么很直觉的，假如说我们从高维的空间来看这个球面，例如说我们不是只是蚂蚁而已，我们有这个 high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有三维空间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来看说球面上面的一个向量，那当然你最容易想象就是例如说切向量吧 ，OK， 就是空间中每一点你都可以，就是 two sphere 上面的每一点你都可以赋予它一个向量。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向量场 ，OK， 就可以就是 two sphere 上面
每一点你如果赋予它一个向量，那这个就是向量场的这个概念。不过我上次提过了，你一旦在这里你画一个向量之后，那么你可能会这个觉得说，好像这个向量你从这个图来看，或从三维的这个视野来看的话，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这个向量会怎么样？会 sticking out， 会这个就一跑出去就跑到这个球面之外。OK， 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个比较所谓内在的一个 intrinsic 的方式来谈论向量，而不要说借助这种高维空间的观点来看待向量。有没有这么样一种方式？那我上一次提过，数学家找到一个方式，他们把这个 vector 呢跟 derivative 连在一起，或者说 directional derivative。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抽象的观点。OK， 这个怎么会把一个向量跟一个 operator 一个微分的一种作用子就是一个微分一个 operator， 对不对？这个连在一起。那这个是需要这个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才会体认到说，哎，这个的确虽然一开始这个定义有点抽象，可是你用习惯了之后，你会同意数学家的看法，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好的定义这个向量的这个方式 ，OK， 是一种 intrinsic way of define 一个 vector。因为它不需要，就是在我这个定义底下，不需要借助高维空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向量，所以我上次已经写过，一个 vector 可以把它写成是 v mu d mu partial mu partial derivative mu， 那它的定义就是 v mu partial by partial x mu。那我上一次已经讲过，这个是一个 geometric object， 就它是一个几何概念，一个几何物体。那重点是这个概念，这个物体必须要是 independent of coordinate， 或者说这个 geometric object is coordinate independent。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 object 它跑到另外一个坐标，它的 component 会改变成 v prime mu， 那跟它搭配的是 partial by partial x prime mu， 把它记作是 v prime mu partial prime mu。这两个是相等的，这一个跟这个是相等的。都是 v， 它在这个 v 呢，在不同的这个 x prime 跟 x 的关系就是 x mu goes to x prime mu， 这是一个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在坐标转换底下，这个 partial mu， 我上次说过，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基底向量。我等一下还会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虽然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可是我们还是因为这观念非常重要我等一下还会再讲一下它重点。所以把这个想成是基底，那这个就变成是什么？这个相对某一个明确基底的这个向量的分量。那么你的基底改变了，你的这个分量也会改变。那这个 component 的改变的关系，如果你要求这两个相等，那我们上次已经这个写过，对不对？这个就是从这个等式，它等于它，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partial prime mu 是等于 partial x mu partial x prime mu 我用 nu 好了 ，OK。然后是 partial mu， 这个是微积分的结果 ，OK， 就是嵌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operator 跟这个 operator
的这个转化关系。然后呢，我们也知道 v prime mu 是等于 partial x prime mu partial x nu v nu。你把这两个关系带入这个式子，你就很快的看出这两个是相等的。那我们在这个好几次上课之前，我们曾经好几周之前，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定义一个 contravariant vector 是透过这一个等式。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物体，它有许多分量，而它这些分量在坐标转换之下满足这个规则的话，我们就把那个物体叫做 contravariant vector。那大家已经看到，哦，原来我们做这个要求，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是我们要求它等于它，也就是简单讲，它就要求说 v 是一个所谓 geometric object。当我讲它 geometric object 以后，我会讲到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geometric object， 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coordinate independent notion， 它是跟坐标不相干的一个概念，一个东西，一个物体。OK， 所以这个我们终于学到了为什么要用这一种以前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一种方式来定义这个contravariant vector。那我们现在这个 contravariant vector 就把 contravariant vector 简单称作 vector， 虽然这个我以前提过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 vector 的这个传统定义 vector 的方式的来源。OK， 好，那我现在要来看这个 vector 的这个example。Okay， 我来看 vector 的 example。我们来看。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vector， 把它看成是 directional derivative， 所以这个 vector 呢是可以作用在 ，OK， 我写在这里 ，vector 是可以作用在一个函数，然后把这个函数呢对应到，把 f 对应到 vf， 那这个 vf 呢就是等于 v mu partial f by partial x mu。那所以等于说是把这个函数，对不对？沿着 v mu 这个方向，这个取微分嘛。所以这个就你给我一个方向，那我再取微分，这叫 directional 这个derivative。那这个往哪一个方向是由 v 来决定的，或者说由 v 的 component 来决定的。那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下这个 f。那这个 f of x 是什么？它就是 manifold 上面的一个点 x。map 到 f of x 一个值 ，f of x 是一个 number， 所以这样子一个函数叫存量函数。简单讲就是 f 是把 manifold map 到 R， 因为 x 是 M 里头的一个点吧，那 f of x 就是一个实数嘛，所以 f 这一个 object。是一个定义在这个 manifold 上面的一个函数，这样一个函数，我们把它叫做 scalar function。我简称叫做 scalar， 我们把它存量，相对于向量，我们把它叫存量。那这个存量这一个函数或存量 field 或这个 scalar， 因为空间中每一点都有一个 number， 有一个 scalar。那它也变成一个 scalar field， 对，这个跟你们在电磁学或力学所学的 field 这个用法是完全一样。field 就是空间中每一点都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构成的全体就是一个 field， 例如说存量场或向量场，或以后我们还会学张量场。OK， 所以这是 f of x 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 也就是一个 scalar field。那么在坐标转换之下呢，这个 f 呢是会变成是 f prime of x prime， 对不对？因为在坐标转换之下 ，x 就变成是 x prime。那这个函数也可能会跟着变，可是我们要求这个函数值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空间中某一个点，我现在想象它是被我选到了空间中某个点，那我描述它在某一个假坐标，它的坐标值是 x， 然后呢，我用
另外一个以坐标来描述它，这个点的坐标值变成 x prime。那我现在要说这个函数呢，这个虽然这个坐标值改变了，可是这个函数的值本身不会变，就好像是温度，对不对？你不管你是地球表面这个每一个点，这个它有一个温度，这个温度是不会因为你做坐标转换而变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西达 phi 作为坐标，好，在某一个西达某一个 phi 这个点上面有一个温度，那你现在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坐标，那个温度的值是不会变，所以我们这个假设说存量在坐标转换下的关系是这个样 ，OK， 这个我其实之前可能讲过，我也许没有很强调这一点，那我今天就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向量嘛，那我等一下在下课之前就会讲到张量，所以应该回头先讲一下存量是什么。OK， 好，所以向量它的功能就是把一个这个存量 map 到一个实数。OK， 就好像存量是把 manifold 上面的一个点 map 到这个实数。好，我们来看这个 example。那我现在要给你一个 example， 就等于说我要给你一个向量场。那我现在给你一个向量场的方式是这样，例如说在空间中某一点 P 这一点，我要给你一个向量。那我这个向量呢是通过 P 的某一个切线的某一条曲线的 tangent vector。那这条曲线呢，描述这条曲线的方式，比如说我把它写，就是这条曲线上面的每一个点的 coordinate 是 x mu of lambda，OK， 也就是说，好 ，lambda 是我的参数，那这是一条曲线，那这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它会有一个 coordinate。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 atlas， 对不对？怎么样在 manifold 上面定义这个coordinate？ 所以你就是某一个特定的 x lambda， 那你给我特定的一个参数 lambda， 那它就是对应到这个曲线上面的这个某个点。那我们怎么样子这个取微分呢？好，如果说这个我现在在这个 manifold 上面有一个存量场 f， 那所以 f 是 x 的函数。那我现在取微分的方式是这个把 f 对 lambda 取微分，对不对？因为这个其实是这样，因为 f 是 x 的函数，那可是 x 在这条曲线上面它又是 lambda 的函数，所以你等于说是比较在这一条曲线上面，你两个点，对不对？两个点附近，例如说是 x 这个点跟它邻近的这个点，这一点的值是 f of x， 那这一点的值是 f of x 加上 dx。那比较这两点的值，然后取极限。那这个的意思是等于是这个 dx mu by d lambda df by dx mu， 对不对？这个就是沿着切线方向，那我这个对 f 取微分，对，在微积分课已经学过，它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显然是要代表 tangent vector， 对不对？那这个我上次其实约略也提过吧。所以如果说有一条曲线，然后我定义这个 v mu of x 是等于抱歉 ，v 是这个样子 ，OK， 那这个是等于 v mu， 那这就是一个向量的一个 example。那这个向量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空间中每一点，然后我要 assign 通过 P 这一点，它是一条曲线，那这个向量就是
通过 P 那一点的这个切向量，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是一个 example， 这就是一个 vector field 的 example。是的。老师，你指那条曲线上面是 x mu。对。那 f 又是那条曲线的转化？对 ，f 是这个 manifold 上面的一个函数，所以 f 在这个 manifold 上面的每一个点都会有一个值，它是一个函数。OK， 那我现在呢是要问你在 P 这一点，我要对 f 取微分。那我要取微分，取 directional derivative， 对吧？我刚刚讲这个 v 我要把它看成是 directional derivative， 那我要给你一个方向，那是哪一个方向？那我现在给你的这个方向就是我选定的某一条曲线。当然，通过 P 这点可能有很多条曲线，可是我现在就是取这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叫做 x mu of lambda。OK， 那么然后我就做这个定义，我定义 directional derivative 是透过这个等式来定义的，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这个微积分就已经知道，你是在这个曲线上面相邻两，你这个定义本来就是这个是等于什么？这是等于 limit f of x。好，我把这个写清楚一点。既然有人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limit f of x of lambda 加上 delta lambda 减掉 f of x of lambda 除以 delta lambda limit delta lambda 趋近于零，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吧？对不对？就是我讲的，就是你所以应该这样，也许是这样，例如说是这个 f of x of lambda 某一个 lambda 嘛，那这是隔壁，那隔壁就是 lambda 加上 d lambda， 所以是这个 map 到这一个 ，OK， lambda 加 d lambda 这个参数 map 到这个点，所以这是 f of x of lambda 加上 d lambda。那这是两个点，无穷靠近的两个点，然后这两个点所对应的值相减，这就是我的这个沿着这一条线取微分的意思吧？那沿着这条取微分，我做什么？利用圈入我知道它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是定义，然后它等于它是圈入我吧？所以我就可以，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以前你们在微积分所学的或向量分析所学的 tangent vector 吧。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个，这是一个这个vector 的一个 example，OK， 就是 tangent vector。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是的。不是，就是 lambda 就是一个实数嘛。我不是讲吗？我们要标定一条曲线，那你要有一个参数吧。我要来描述一条曲线，那我就随着 lambda 的变化，那我这一条曲线上面的每个点，它的坐标值就是 x mu lambda，lambda 变了，它就跑到是另外一个点等等。所以 lambda 是 r，lambda 是 r。那 lambda 你可以，假如说这条曲线是有头有尾的话，假设这条曲线是有头有尾的话，你可以把 lambda 取值是0到1嘛，就是 lambda 0对应到头这个点 ，lambda 1是对应到尾这个点。那如果是无穷延伸，你其实也可以，例如说 lambda 是属于 r， 对不对？就 lambda 就是一个实数吧。这个当然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你们以前应该是熟，不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熟了。OK， 如果我要描述一条曲面，描述一个曲面怎么描述？我以前讲过，就是假如说空间中有一个曲面。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在补课一样 ，OK。假设空间中有一个，我现在是讲空间中一条，所以 x mu of lambda describes a curve in M， 对不对？好，这个 lambda 是一个实数，对不对？那假如是一个线段 ，lambda 就是有一个就实数上面的一段嘛。那我如果要描述一个曲面，那我必须要两个参数嘛 ，x mu of lambda sigma describe a surface
in M， 假设这个 M 的维度起码是2，对不对？因为我有2个参数嘛，所以我就有一个曲面，对不对 ？M 里头的一个曲面，我现在有一个 manifold，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曲面，那这个曲面上面的每一个点，我要有2个参数才能确定它是哪一个点。就像地球嘛，地球表面 x 坐标，你要给我 θ phi 嘛，对不对？你要给我2个参数，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就是2维坐标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好，那3维空间的物体需要几个参数？3个参数嘛。我是不是有点在讲太简单的东西，有一点侮辱到你们？有没有？没有关系，好，就侮辱到了。OK， 那我抱歉。OK， 已经侮辱完了，再问说有没有侮辱到你们？这实在是好。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象这个都是你们在这个向量分析已经学过的，我可能语言用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是用这个数学的语言，所以我现在写一下用文字来描述我刚才所讲的概念。OK， 这样大家比较踏实一点。你回去看有这个文字可以读。OK， 什么是 tangent vector？ A tangent vector VP 就是在 P 这个点上面的一个 vector， 一个 tangent vector to a differentiable manifold M at a point P is a linear function from the space of functions defined and differentiable on some neighborhood of P belonging to M into R。 好，首先这个 VP 是一个在 P 某一点 P 上面的一个 tangent vector， 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 linear function。这个 linear function 其实就是 linear operator 了。它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这个 operator 是从或这个 linear function，linear function 是一种对应关系。我们平常讲 function， 从国中开始就知道它是一种对应关系，对不对？那这种对应关系是怎么样呢？是从 the space of functions， 是定义在这个 space 上面的 function。那这个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 scalar function。你如果愿意的话，这边把它摆上，加上 scalar function。它把一个 scalar function， 这个 scalar function 是怎么样？是定义在这个 P 上面的。那尤其是我们如果要谈 P 那一点附近的这个 vector 的话，那你当然就是我刚讲，在 P 这一点附近，在这个附近，这个 scalar function 当然要都有定义嘛，不然你没办法微分嘛。你不能说我这个 scalar function 我只知道它在 P 那一点的值，不行，我要在 P 附近。OK， 在 P 的邻近，它的数学上的这个术语是叫 neighborhood， 在 P 附近，我这个函数的值都要知道。那而且我假设这个 P 是可微分的，所以它是定义在这个 P 的 neighborhood 附近，而且它是可微分的。但它要可微分，我才能做微分嘛，对不对？我 df by dx mu 才有定义嘛，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才可以微分嘛。所以基本上就是 V 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已经写过，再写一遍。V 就是把一个函数 map 到 R，
OK， 那这个map 到应该讲就是它把 f map 到 v of f 或者 map 到 vf， 那这个所有 f 所构成的集合就是这个 space， 就 space of scalar function。OK， 然后 map 到，所以 v 是把这个 space map 到 real space，real 就是 R1 就是 R， 那这个是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说这个 space of functions， 也就是这个 space 里头的每一个这个元素本身都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 所以它是 function 的集合，好不好 ？scalar function 的集合。OK， 我这么写，大概还可以理解了。就是我写一个 f， 然后就是代表平常就代表集合的符号嘛，国中就这么学。所以这个是 scalar function 的集合。那在这个集合里头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那我 v 呢，就是把这个集合 map 到这个集合。明确一点讲，这个集合的里头的每一个元素就是一个 scalar function，map 到 vf。那这个当然必须要是实数，所以 v 是做这个事情。OK， 所以我喜欢画一个图，其实我上次已经画过。OK， 这个也是国中的图，对不对？国中就学过的图。一个函数是做什么事情？函数是做一个对应关系。所以呢，这个对应关系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machine， 这是一个 v， 这个 vector 是一个 machine， 你喂给它一个 f， 它会经过一番作用，还给你 v of f，OK， 还给你一个 real number， 有没有问题？那当然，这个是在某一个特定点附近啊 ，v of p，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个计算，当然我必须要假设，例如说在 P 附近嘛 ，x 等于 P 附近嘛。不过我平常我没有那么仔细写那么明白的话，我想这个是就等于说大家都心照不宣，都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OK， 免得我把它写得很白，又变成说侮辱你们的这个知识啊，你们的 whatever。O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 tangent vector， 可是呢，数学家还喜欢在底下加一些条件，就是说我刚才的描述是的确已经把一个 tangent vector 的它的基本的这个意涵都讲出来了，可是数学家喜欢再讲得更明一点，就是这个 tangent 的 vector 呢，它必须要 obeys， 就是每个 tangent vector 就是给你个 tangent vector field。它必须要满足底下的 obeys 这个 Leibniz rule。什么 Leibniz rule 呢？就底下这两条。我现在写过来这边哈，这个是要连过来。什么 Leibniz rule 呢？这两条 Leibniz rule， 第一条是什么？就是 v 在 P 这一点的这个任何一点 P。上面的这个 vector， 我如果作用在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什么 ？AF 加上 BG， 好不好 ？F 跟 G 是两个 scalar function，A 跟 B 是两个常数，两个 real number， 它会是等于什么？就是 constant，A 跟 B 是两个 constant， 两个 real constant， 那它会是等于 A， 然后 VP of F 加上 B VP of G。我们要求这个 v 必须要满足这个式子 ，OK， 了解吧？就是说有一个新的函数叫做 AF 加 BG， 你把它喂给 VP 以后，那么它得到的结果是你个别喂就是 VP of F 乘上这个常数 A 加上 VP of G 乘上常数 B。但这很明显，你如果用我之前学过的，例如说是对不对 ？V 是等于 V mu partial mu， 好，因为这个满足这个条件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对不对？因为你微分 A 跟 B 是常数被拉出来了吧？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是这个基本上只是告诉我什么？微分 F 加上 G 是等于微分 F 加上微分 G 嘛？对不对？只是这样而已啊。OK。
不过数学家喜欢把话讲得很精准，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条件写出来。OK， 一个向量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好，另外呢是 VP 作用在，假如说这两个向量相乘而不是相加，你要把它相乘的话，你会发现说它是等于 F， 这 FP 就是 x 要取值 P 了啊，然后是 V 作用在 G， 那当然是 P， 再加上 G of P， 然后 V 作用在 F， 那这就是什么？这只是就是 Leibniz rule 嘛，对不对？就是微分，平常的这个微分，对不对 ？partial mu Fg 当然是等于 F partial G 加上 G partial F 嘛。OK， 不过我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我把这两个条件把它写清楚了。OK， 所以数学家会说，一个 tangent vector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满足那两个条件的一个 function， 一个 operator。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canonical example。OK， 就是很典型的这个一个 example 是这样。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介绍一个符号，我上次其实写过了，不过我在这边把这个定义写清楚一点。什么是 tangent space？ 它的定义是这样 ：the set of all tangent vector， 所有切向量通过 P 这一点的所有的切向量。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我现在 manifold 上面某一点 P， 那切向量，对不对？我们就说给它一条曲线通过它，一条平滑的曲线通过 P 这一点，你就定义这个切向量，如同我刚才这个给这个 example。那你随便再画另外一个曲线，它有另外一个切向量，另外一个曲线就有另外一个切向量，对不对？无穷多种可能吧？那这些切向量的什么集合？ is called the tangent space at P， 而且我们把它记作 denoted by， 我们把它符号我们把它记作是 T M sub P tangent manifold， 在 P 那一点的 tangent manifold。Tangent space， 抱歉，这个 manifold 上面的 P 那一点的 tangent space， 我们把它叫做 Tm，OK sub P， 对不对？因为这个符号我们以后可能还会用上，所以我在这边记一下。那么这一个 set 呢是一个 vector space， 就是这个集合所有的向量的集合，当然就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对不对？它就构成向量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所有 vector 的集合，当然就构成一个 vector space。 我要 vector space 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学过是大一下，对不对？linear algebra 所学的 vector space， 老师就说 vector space 里头的两个元素，我们要让它能够相加嘛，加就是减啦，对不对？就是要能够结合嘛。OK， 所以呢，我们要求两个向量，我要知道它如何结合。所以，例如说有一个向量。 V 另外一个向量是 W， 然后我把向量乘上一个实数，叫做是阿尔法，把 W 这个向量乘上一个实数，叫做是 beta。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向量，对不对 ？OK， 阿尔法 VP 加上 beta WP， 这是一个新的向量，我把它叫做这个，我随便选一个 number 啦，例如说这是 UP， 好不好？这没有特别的，就是 UP 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这两个向量的结合，因为我们一个向量空间，我要告诉你这两个向量如何叠加嘛，对不对？像这个线性空间就要有这个叠加的规矩吧？你怎么叠加？如何这向量把它叠加？那这个是这样子，就是 UP
作用在 F 上面，那当然就是等于阿尔法 Vp 加上 beta Wp 作用在 F。我这边写个括号了啊，这样会好像比较清楚一点。那它的值是什么？这个很明显，这个大家对，它就是要求要符合这个等式。OK， 所以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两个向量如何叠加。OK， 这是必要的。当我说这一些向量构成一个向量空间，我同时要告诉你它们如何加起来。OK， 如何把它这个加起来？所以也就是说 ，V 是属于这个 tangent space Tm，W 也是这个 tangent space 里头的元素，则它做这种结合的 U 也会是这个 tangent space 里头的一个元素。有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回来这个 tangent space 呢？对，这就是一个 tangent space， 它必须要有基底嘛。我们有个向量空间，我要 construct 一个基底，对不对？因为我要做这个任何的这个应用，我要有基底才方便吧。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个跟坐标这个向量是一个独立于坐标的概念，可是真正你要拿它来做计算或什么，你常常是需要选定一个坐标嘛。所以这个坐标呢，你就要知道有基底向量。这个基底向量我们怎么定义？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这个 v 呢，把它写作是 v mu d mu or partial mu partial derivative mu。那我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其实功能就像是一个基底向量，对不对？所以我来画一下啊。假设这个是我的 manifold， 我们现在假设它是2维好了。那我现在有两个坐标，我给你两个坐标。例如说这个坐标，这个是 x1， 就是在这一条线上面不同点它的 x1 的值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方向就是这个不同，我会不会把它弄颠倒？因为有时候要看说OK， 其实这也没关系。OK， 我这个假如说是不应该这样子，我OK， 抱歉，我来管。我如果说这是 x1， 表示说这个每一个在这一条 curve 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有同样的 x1 coordinate。OK， 例如说这个是同样的经度或纬度，然后这一条曲线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有同样的 coordinate x2。所以这个是 x2， 就是某一个 x2， 某一个 x2， 某一个，就这条曲线上面每个点都有相同的 x2， 这条曲线上面每个点都有 x1， 可以吧？那我如果说我刚才在定义这个切向量的时候，我所选的曲线刚好就是这一条 coordinate， 就是定义 x1 的这个 coordinate curve， 就好像平常的 x 轴、y 轴一样，或者跟 x 轴平行的那些曲线，或跟 y 轴平行的那些曲线。那切向量，对，切向量不就是我沿着 x1 的切向量，不就是我这边，对不对？我用这个色笔所画的这个向量吧。抱歉，我现在还是用3度空间的角度来看，所以有时候这个要 switch back and forth。OK， 我们有时候因为有个图会让你觉得好像更有怎么讲，更有体会一点 ，OK， 更有感觉。那另外呢，这个是 OK， 这一个向量，所以这个向量呢就是 d/dx1， 那我们把它记作是 d1。那这个向量呢？
等一下，我有没有刚好讲反过来了？我恐怕是反过来，因为我说我在这上面是 x1 都是一样，所以我在变化的时候其实是 x2 在变，对不对？所以我这样子，抱歉，我这个应该把它解说是x2 啦。看，还是有时候我会这个会一时之间把它讲的不对。那这个呢，就是 partial 1是等于 partial by partial x1。OK， 所以呢，这个我可以把它记作是 E2 这个向量，那这个可以把它记作是 E1 这个向量，所以 E1 跟 E2 就是这个基底向量。OK， 叫基底向量，所以这样子 ，partial mu 是等于，或者是这样，它就是等于 E mu， 那它怎么样 ？forms a basis， 它是一个什么 for 这个 tangent space， 对不对 ？forms a basis。OK。for tangent space， 我还要再更具体一点，给你们一些例子。OK， 因为从底下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写的E它不见得是 orthonormal vectors。好，我们来看 examples， 就是这些 basis， 把它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我们这一些抽象的概念虽然学了，可是像我这样子比较鲁钝的人，我需要有一堆 example， 要 example by example 不断的看 example。OK， 对，你们在高中补习的时候，不也是老师就是不断的例子，不断的这样子，对，你看了很多例子，就开始觉得嘿，好，我真的是比较进入状况。所以我们来看 example。OK。那我们平常是怎么样？就是有 x、y、z coordinate 吧。所以这个是什么 ？E1， 这个是 E2， 这个是 E3， 对不对？所以 E1 是什么 ？E1 这个向量，根据我刚才的讲法，就是对 x 的微分的这个 operator 来代表这个向量。然后 E2 就是等于对 y。E3 就是等于对 z， 对不对？然后 E1、E2、E3 这三个向量怎么样？彼此垂直，然后大小是等于1。可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介绍那个怎么计算向量的大小，所以我们就姑且就这样停在这里哈。我只给你这三个，这个就告诉你这三个向量是这样，可以吗？这是不是一致的？你如果把它想成是 x、y 两个就平面，是不是一致的？跟我上面讲是一致的，对不对？可以吗？就是对，在 x 这个变化的时候，这个向量是沿着 x 变化的方向。OK， 所以我的，对不对？这是好。Another example， 上面这个 x、y、z 这个卡式坐标是最对不对？最熟悉的 example。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 example， 例如说球坐标。我现在把球坐标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跑到 r 西塔 phi 坐标。那我现在就有坐标变换，对不对？就是 x mu goes to x prime mu， 这是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那这个是包含三个关系，这三个关系式是什么？是 r， 或者说这样，这个我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就 x goes to x prime， 或者说 x prime goes to x。我们平常因为是用 r 西塔 x y z 写成，我先把它写出来 ，x 是等于 r cosine 西塔 sin phi，y 是等于 r sin 西塔 sin phi，z 是等于 r cosine 西塔。
OK， 如果我想象说 x prime 是 xy， 是 r 西塔 phi， 那我这样倒过来写 x as phi， 平常是这样子，我们是写 x prime of x， 对不对？那我现在是 x prime 把它想成是 xyz， 那我这个 x coordinate 想成是 r 西塔 phi，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写啊，你可以把 r 西塔 phi 写成 xyz 的函数啊。OK， 可是因为平常是用把 xyz 写成 r 西塔 phi 的函数，这比较简单一点。好，所以这是坐标转换。好，既然有了坐标转换，那在 r 西塔 phi 里头的基底向量是什么？好，我们刚才写过了，可是又擦掉了，对不对？就基底向量的转换关系，我现在就把它写下来。OK， 可能我也应该要用一个新的，就重新在这个黑板来写。这个 r 西塔 phi 里头的基底向量，是的，写错了。哦，抱歉，谢谢。sin 西塔 cosine phi 是不是 ？Thank you， 谢谢。好，还有没有问题？对，我刚那个是错了，请记得要更正过来。OK。好，我现在要来问，那么我现在 partial r， 那当然我把它这个就是等于是 1r， 对不对？然后 partial 西塔，这就是等于1西塔这个向量，然后 partial phi 是等于1 phi 这个向量，这基底向量。那这个根据我之前不是写了这个关系吗 ？partial prime mu 是等于 partial x mu by partial x prime nu， 然后是 partial mu 我看看 mu 这个叫 nu 好了 ，OK， 好不好？就这样。有没有买？也许我 mu 跟 nu 跟我刚才所写的是颠倒，不过这没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写过这个基底向量的转换关系吧？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把这个3个写下来，我写下这一个，所以 1r 是等于，根据这个式子，那我就不仔细算了，因为你有了这一个，你就可以代入这个，可以得到底下结果。我把它写下来 ，sin 西塔 cosine phi d by dx 加上 sin 西塔 sin phi d by dy 加上 cosine 西塔 d by dz。1西塔这个基底向量是 d by d 西塔等于 r cosine 西塔 cosine phi d by dx 加上 r cosine 西塔 sin phi d by dy 减掉 r sin 西塔 d by dz， 然后1 phi 是等于 d by d phi 是等于 minus r sin 西塔 sin phi d by dx 加上 r sin 西塔 cosine phi d by dy。OK， 我就是明明白白的把 r 西塔 phi 的基底向量跟 xyz coordinate 的基底向量的转换关系把它写下来。那么你们以前在微积分课或向量分析课写这个式子的时候，这个是把它写成 ijk， 对不对？除了 notation 有一点不一样之外，这个就是这个的3个关系式的内涵是大家以前学过的，而且应该算是说非常熟悉的。你们在学这个时候，这个老师期待你们会怎么样？例如说要做的一个练习就是，老师说你们把 Laplace 方程那个 operator 用 r 西塔 phi 写下来是吧？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OK， 也许同样的事情，我们以后适当的时候我再来讲。OK， 从这个数学的观点怎么样做这事？以前你们就是硬带嘛，对不对？你就是，对不对？你就是这个是 Laplace operator， 对不对？那你这个也可以倒过来啊，因为你是把 d/dr、d/dc、d/d 写成是 ijk 的函数，你可以倒过来 ijk 写成是，对不对 ？d/dr、d/dc、d/d 的函数吧。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带进去，然后就会有什么 Laplace operator 在求坐标的形式，对不对？这个是物理系，不是任何理工科工程系一定要知道，就是带嘛。只要你们学过这个向量分析，这个等式是一定知道的，对不对？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d/dr、d/dc、d/d 这三个基底向量不是长度为一的。OK， 这个我以后再来讲。反正就是说，这个长度不是唯一。就当我这么定义的时候，你说把这小值是定义，这个的长度不是唯一，这个长度不是唯一。你如果要定义长度为一的向量，你必须要做底下的事情啊。所以我说 ER 这个向量 ，E c 的 E phi 这三个构成一个 basis。对，这三个是 basis vector， 是基底向量。我现在如果来定义 ER hat 是等于 ER，E c 的 hat 是等于 R 分之 E c 的 ，E phi hat 是等于 R sin c 的 E phi。那这三个 ER hat、E c 的 hat、E phi hat， 它也会是 basis， 它也可以构成 basis， 也可以是。对不对？因为基底，我们以前高中学过，基底向量里面重点是怎么样？任何两个不要是在同一个面上就可以了吧？对不对？那我们凭我们的知识，以前学的这三个向量都不是在同面嘛，不会，对不对？这三个向量是可以构成基底向量吧？所以基底向量选择是任意的吧？可是这个基底向量跟这个基底向量，我说在这个我们现在所用的。所举的例子，这三个基底向量，我以后再讲，它是 orthonormal。因为我还没有介绍什么样取内积了啊，所以记不记得我没有讲这个一个向量的 norm？ 我在之前在介绍 G mu 的时候，我有讲说，你有了 G mu， 我可以再定义向量的长度，对不对？还有两个向内积 A dot B 有没有？因为我还没有讲 G mu 嘛，所以严格来讲，我现在还不能定义什么叫做 orthonormal。orthonormal 就是正交，对不对？它互相垂直，直交，可是它还是长度为一。这个三个向量，基底向量长度都为一。这个应该是你们回去再复习这个向量分析应该知道的事情。这三个向量，但 ER 是等于 ER hat， 所以它的长度是为一，可是这两个向量的长度不为一啊。那可是这三个向量，这三个基底向量是由这个定义来的，是由这个坐标 r c 达 phi 坐标定义来的，有它的方便之处。因为这就说你用这样子来定义我的基底向量，它的转换关系很简单嘛，漂亮。讲漂亮也许不恰当，就是 nice，OK， 它有很棒的转换关系。所以我们在广义相对论里头。就某个面向的问题来讲，我们喜欢用这样子的基底向量，就直接定义，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基底向量。这样的基底向量叫做 coordinate basis， 就是这个是 coordinate。
就是这个基底向量，这些基底跟你定义坐标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呢，当然就是 non-coordinate based。non-coordinate basis vector， 因为我这三个，但 ER， 因为这个是相等的，可是这个是特例。你这个 E 西塔 E phi 并不是说我从，对不对？不是可以把它写成是等于 d by d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把它写成是什么 ？OK， 它不是这样子。OK， 好，我们以后要用的是 coordinate basis vectors。OK， 就是我们所用的 basis 是这么来的。OK，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basis 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可以把它写成是 E mu vector。所以请注意，我这个 partial mu 或 d mu 上面虽然没有写 vector， 大家把它想成是一个 vector。OK， 这是一个 vector， 想成它是一个 vector， 它不是 component， 虽然表面看起来是 component， 不是，它是一个 vector。那这个 non-coordinate basis 啊，在一类型的问题有它的长处，可是那一类问题呢，我们暂且我们在想广义相对论不会去用到它。那其实这个 non-coordinate basis 啊，当然它的好处是正交，你会觉得以前你们所学的基底项都是正交嘛，最方便。然后我现在要告诉你，正交不见得会是最方便的，有时候是 coordinate basis， 虽然它不正交，反而会方便。以后一旦方便之处就是我利用这个来定义 vector 吧。OK， 那可是这种 orthonormal basis 啊，是一个大数学家鼓吹的卡当。OK， 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这个法国几何学家卡当，这个使用这个叫做什么如鱼得水，使用这种 non-coordinate basis， 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你用这个 basis 来看一些微分几何问题，有它的好处。不过我们姑且不会去谈。是的。啊？好问题，我以为你已经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你回去算好不好？假设好，很好，我请你们回去算。我刚才写过这个，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组正交的，这个是 coordinate basis， 可是它刚好也是正交的基底，因为什么 ？ei dot ej 是等于 delta ij， 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这两个？我说这一个卡氏坐标，这些基底是正交的吧？它本身的长度是1，然后互相垂直，对不对？这个是大家知道的。好，你如果知道这个，你是不是回去就可以去检验 er dot er 是什么？你回去算，你回去计算 er dot er 等于什么 ？er dot e theta 等于什么？点点点点。OK， 然后去看出说它到底是或不是一组正交基底，然后我所定义的 er hat。根据这个定义，你也可以去计算 er hat dot er hat。假设我知道这个 dot 是因为 ijk 的 dot， 我 given this， 我假设已经知道这个，你当然可以算 er hat dot er hat 嘛 ，er hat dot e theta hat 等等，去证明它是正交的。好，因为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就让我给你们一个回去的一个 exercise 要做。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以为说这个是以前你们在学这个坐标转化的时候已经下过的这个基本功了。OK， 我这边只是这个叫做什么啊？一个回顾。OK， 是的。讲大声一点。
好，所以这位同学显然是说这个 dot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dot 是什么意思？允许我等一下再往下，我现在是跳一下，因为有同学问说我这个基底怎么来的，那我就说我们平常你做这个定义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这直接就是 IJK 了，对不对 ？IJK。那你的问题等于说我是怎么样子是identify 它等于它嘛？你姑且把这个想成是定义好不好？你为了我们做这一场，先把这个想成是定义好不好 ？OK， 让你有那个你才能够说服你自己，或自己来检验说这个倒是不是一组正交基底，这是不是一组正交基底？我们先处理这个简单的问题。好，那你的问题说，那这个什么意义底下它会是定义或是推导出来的？允许先这个问题先保留，我还要再往下讲才会提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其实严格讲，我不应该太早把两个向量如何取内积讲出来，因为这个 dot 是取内积嘛。严格讲，我还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只是因为顺带的讲这个 coordinate 跟 non-coordinate basis 就顺带讲了。OK， 那这个 non-coordinate basis 是我们起码在我们这个课我们不会去强调的。如果有必要，我再回来谈它。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说，其实这个有它的某个面向的长处。恐怕数学家是会 prefer 这一个 basis， 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数学的概念跟结果是用卡当所强调的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来讨论的。我讲这个课，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们课本上，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课本上讲的找得到的，但是我尽量去强调，你们自己阅读的时候可能会一不小心就溜过去的。OK， 我想可能有些同学会自己读了，然后不会去注意到像这样子的差别，这些差别。是的。你讲说上面那个记忆它是不 orthogonal 还是不 orthonormal？在这个 case 是 orthogonal 没有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OK， 可是它不是长度为一，所以不叫 orthonormal， 它是 orthogonal， 它是 orthogonal， 但是并不是所有 orthonormal basis 都是 orthogonal， 这个要看情况。OK， 这个我以后我还会再讲，就以后我们怎么去取这个内积嘛。我说他给我一点时间，我还没有讲，我提早讲，我也许提早讲，也许让你们觉得困惑了。OK， 不过我以为是说这个就是以具体的式子来讲，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我现在用了一个新的语言来讲它，好像就一切就变得不熟悉了。不过这是好事，因为只有当你觉得有东西不熟悉的时候，你才学到新东西吧。有多少人觉得说我刚才所讲这东西是不熟悉的？你看，多半人是没有学到东西啊。我们讲了1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很熟悉的东西，没有学到。OK， 很好，刚才有人举手，只有你们学到新东西了。OK， 所以你们读书啊或者听课，就是要去，对不对？就是要体验那一种不熟悉的那种不熟悉的这种感觉嘛，这才有学到新东西嘛。我想跟你们讲，我自己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新鲜的。尽管我不是讲吗？对不对？像这些等式有没有这些转换？我们在这个应数课都学过了吧？或者是大一课那个微积分课都学过了。可是这个语言是新的，概念语言是新的，当然就概念是新的。好。我们向量就讲了1个多小时了，又已经要时间到了。不过这些概念啊，这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词汇，你一旦真的这个有比较好的掌握，以后那些困难的概念才不会觉得困难。OK， 所以我认为是必要的。OK， 就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快。哎呀，我很失望，我刚才讲了半天，卖力讲了半天，结果有很多人觉得没有新鲜感。OK， 好，
讲了 vector 之后，讲了 tangent space 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 dual vector， 对不对？终于 dual vector 出现。OK， 所以 dual vector space， 我来讲 dual vector space。所以我们讲 dual vector。我相信你们在大一下讲 linear vector space 的时候，学过 vector， 但就学过 dual vector， 所以我这边同样是一种复习 ，OK。所以 dual vector 呢，我们刚才讲 vector 对不对？有 vector space， 例如说是 tangent vector， 那就是在 P 这一点的 tangent vector space， 就是所有在 P 那一点依我们刚才所讲的方式来定义的这个 vector 的集合，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来讲 dual vector， 同样我给它一个符号叫做 omega， 那同样是定义在 P 那一点，所以把它写作是 omega P。我们 vector 是用符号是 v 嘛，那我现在这 dual vector 的符号是 omega。那有时候我 P 不强调，就直接讲 omega。好 ，dual vector 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 omega 是它具体而言，它是你给它一个 vector， 它也是一个函数。我刚才讲说 vector 是一个函数，对不对？因为它吞进去一个function，吐回一个实数给你嘛。要不要我再写一遍 ？v 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函数 map 到 v of f。这个是等于 v mu partial mu f。那 omega 这个 dual vector 是把一个函数 map 到一个 number 是什么？我等一下就写下来。我姑且就把它写作是 v of omega。所以重点是它是一个 number。那讲它是一个 number 的重点是什么？它必须要是就这个 number 是要 coordinate independent。对不对？就好像说这个 number， 我们刚才讲说是这个 v 这个function，它是 coordinate independent 的概念嘛，所以这个值你不管在甲坐标在乙坐标，你去算都是一样。所以 omega 是一个 machine， 我一样再画国中生都可以了解的图，对不对？你在国中学函数，老师怎么样？这是一个 omega 是一个 machine， 你喂给它一个 v 一个 vector。它就还给你一个 number， 叫做我把它写作是 omega v。OK， 好，然后重点是它是 coordinate independent， 对不对？就如同我们这边这是 coordinate independent。那 omega v 是什么呢？哦，等一下，我先再把这写下来。所以 omega 等于是什么？是从这个 tangent space map 到 R， 对不对？就是它是，这是假如说这是 tangent space，tangent space 里头的元素是 vector，map 到 R 嘛 ，R 里头，但 R 是一个实数啦。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很好，就是一个对不对？实数轴 map 到某一个值嘛，那这就是 omega 所做的事情。omega 这个函数是从这个集合。就是两个集合嘛，有一种对应关系，是把 Tm 里头的一个元素 map 到 R 里头的一个元素，也就是一个 real number。有没有问题？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功能，因为这是一个 vector space， 对不对 ？Tm 是一个 vector space，linear vector space。我们刚才讲过怎么样组合两个向量，所以这是一个 linear vector space。那么你们在大一应该学过，这个 omega 就是属于，就是 omega 的集合。抱歉，这样子 ，OK。因此，
所有 omega 的集合就是 tangent space 的 dual。所有 omega 的集合，我如果把这个 P 写下来，就是 dual of tangent space。dual space， 那就叫做 cotangent space。我们把它记作是 T_m star。所以一个 dual space 就是函数的函数，就是 vector 的函数。OK， 因为函数是这种对应关系，它把 vector 对应到一个值。OK， 所以这个就是 cotangent space， 它的 notation 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来告诉你，那这个值是多少？那因为你要呈现 v， 你要基本上在某一个特定的坐标是利用 v mu 来，对不对？就是 v mu 是 v 的 component 吧？那这个值呢，显然我的 omega 也要有基底，因为 v 有基底吧？那这个 omega 也会有它的 dual basis。dual basis。所以这个定义，你姑且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定义。OK， 那我讲的更明确一点，我如果把 omega 写作是 omega mu dx mu， 这个完全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这只是一个 notation。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dx mu 就是 omega 这个 dual vector 的基底，所以 omega 就是一个 dual vector。OK，dual vector， 我应该再讲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应该会讲到，这个 dual vector 有另外一个名称，在这个特定的情形叫 one form。有人点头表示，难怪我刚才这个不应该觉得遗憾，说你们都没有新鲜之处，因为有人已经学的已经是比我讲的要多太多了。OK， 难怪这个没有觉得我刚才讲的有新鲜之处。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OK， 所以这个 dual vector 有另外一个名称叫 one form。好，这个 dual vector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其中这个 dx mu 是 dual vector space 里头的 basis， 就好像说 partial mu 是 vector space 里头的 basis vector， 这是 dual space 里头的 basis dual basis vector 或 basis dual vector， 我不晓得怎么讲。OK， 那 dx mu 的功能是什么？因为既然它是 dual vector， 那它的功能跟 omega 一样就是 dx mu 这个 dual vector， 它的功能就是你一旦给我一个 vector， 我要给你一个 number 嘛。那这个 vector 呢，我姑且想成说是它是原来的 tangent space 里头的一个基底，我把它写作是 d nu， 好不好 ？partial derivative nu。所以我把 d nu 位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基底向量，就是一个特殊的向量，对不对？我刚才这边是一般的向量，对 ，v 跟 omega 我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一个 v， 哪一个 dual vector， 哪一个 vector。那我现在特别指明，我现在这个 omega 是 omega 所构成的 cotangent space 里头的某一个基底，我就把它写作是 dx mu， 这是一个 notation， 记作是 dx mu。那这一个向量或这个 covector， 或者说这个 one form 的 basis，OK， 这个 one form， 当它吞进去 d nu 的时候呢，它得出的是 dx mu 把 d nu 吞进去。我让它是 delta mu nu， 对不对？因为我这个 machine 是什么，它的功能我要告诉你吧，这样才叫做定义吧。那我就说这个 machine 的功能，这个 cotangent space 的这个基底向量的功能，就是当你把原来的 space 的基底向量吞进来的时候，如果 mu 跟 nu 一样
的时候它是1，不然的话它是0，好不好？这个是我的 definition 吧，我说我要写 definition，OK， 就这个基底向量做这个事情。因此，那我已经写下来了。因此，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如何得到这个结果？ omega mu 就是 omega mu dx mu， 那 v 呢？我把它写成是 v nu partial nu。对，我这里就不写 nu 了，因为我这个是 dummy index， 我就换一个，就用 nu 来代表。所以这个是等于什么？因为这个是 linear machine， 好不好？抱歉，我应该讲清楚说，这个有 linear machine， 就是说，当我这个 machine 就这个 map 是一个 linear， 这是 linear in v， 也就是说，当我把 v 跟 w 不要讲 v 跟 就是抱歉这样，它是一个 linear machine 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个 omega， 我把 AV 加上 BW， 这是一个向量。喂给这个 W 的时候，omega 的时候，抱歉，这是 W， 这是 omega。OK， 我现在用 omega 称呼 dual vector。那我得到的是什么呢？是 A omega of V 加上 B omega of W， 好吧？就是这个 dual vector space 的功能有这种线性功能，可以吧？就是我的 require， 我要求它这样子。因此，因为这个是线性组合嘛，这是 summation 嘛，所以 v nu partial nu 可以想成说是很多向量叠加嘛。因此，这个你会发现说它是 omega mu v nu，v nu 可以把它贴出来，然后是 dx mu partial nu。那这个是等于 omega mu v nu delta mu nu， 因此它是等于这个 OK， 好不好？这样子写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什么概念？有了 tangent space、tangent vector space 以及 cotangent space 这两个互为 dual 的 space。所以 V 是 belong to tangent space。omega 所有 omega 的几何是 belong to cotangent space。你这 star 看你怎么写在哪一边，我想这个有关系。那 omega 吞进去 v 会得到一个实数，这个实数是 coordinate independent。可是所以我们刚才是先从 v 定义起，然后定义它的 dual。我如果倒过来也没有关系嘛，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象 v 本身是一个 machine， 那我 omega 把 v 吞进去，我跟你如果因为这个是两个对不对？互相依存的两个 space 嘛，一个是另外一个 dual。你把这个叫做 space， 把这个叫 dual， 你倒过来把这叫 space， 这也叫 dual 吧。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写 omega of v，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v of omega， 倒过来是这样写。当然我们之前是 v 作用到 f 嘛，所以你如果说我不喜欢这样想，我 v 永远要作用到函数，然后 omega 作用到 v， 也可以，好不好？那你以后你熟悉了以后就是都一样啊 ，OK。好，如果这个是 coordinate independent。这表示什么 ？omega 吞进去 v 的这个 number， 在坐标转换之下，它不变，对不对？好，那 v 跟 v prime 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等式会告诉我什么？这个等式会告诉我 omega 跟 omega prime 的关系，对不对？Right，
这个等式会告诉，因为我已经知道 v 跟 v prime 跟 v 的关系，那这个等式会告诉我 omega prime 跟 omega 的关系吧？那有没有人要猜一下它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了，对，你说我不要猜，我就已经知道你。OK， 这个等式会告诉我 omega prime mu 是等于 partial x mu partial 啊，抱歉，这个 nu， 然后这是 nu， 然后是 omega mu，OK， 这个你请回去 check 这个等式，请我不写，因为这写出来这个你会说哦对 trivial OK， 所以请回去检验 omega prime 跟 omega 关系是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等式成立。好，那这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在定义什么 covariant vector 的 component， 对不对？我们说一个物体是一个 covariant vector， 它的 component 转换关系是要遵循这个转换关系，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终于也知道为什么了，对，我们1个多小时之前说明为什么 v mu 跟 v prime mu 的转换关系是那样子。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 contravariant vector 的转换关系。那现在 covariant vector 转换关系是这样，所以这个 dual vector 也称作 covector， 好不好 ？dual vector 也称作 covector， 也称作 one form。那这 covector 也就是 covariant vector。哇，这好多名词，这个比数学难。OK， 我说这个，所以我在哇，已经超过时间了，已经恐怕超过1个半小时了。啊？超过10分钟，不是超过，也就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不是超过，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了。OK。所以我们每一次如果说上课都几乎是1个半小时，相当于是2小时的课吧，对不对？所以我们1个礼拜这样子2次课，变成是我3小时把它上成是4小时的课了。本来我是希望说我们少上一点，因为会让你们烦死。我讲的都是课本上的东西，自己能够读，何必要听老师讲嘞？所以我要再讲多了，这个我每次都怪说我们的教育系统让学生上太多课，结果我自己不知不觉就做了这种事。唉，好，我们以后我看看能不能把它 cut 到，就是说我们1小时就结束 ，OK， 好不好？就是让你们我们要留白嘛，要让学生自己思考，不要都被我带着走，会多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是以很慢的速度介绍了什么叫做 vector 跟 dual vector。请记得等一下来拿这个第1次的改好的习题。好，下次见。